一个姑娘今年31岁，谈了个男朋友24岁啊，谈了1年多。这姑娘想要结婚啊，就提出来了，要求男方呢去买房子，准备彩礼20万。男生一听啊，哎呦，我还年轻呢，我可不想那么早结婚呢，就不同意。但女方就在那里一直制造焦虑啊，觉得自己年龄大了要结婚了呀，希望男生能够对她负责。但这个男生呢也很焦虑，想谈呢又耽误不起这个人，于是要躲起来了，搞起了冷处理。人这姑娘就哭得很伤心啊，觉得浪费了自己的青春啊，导致自己现在找对象都很被动。这真是大龄剩女遇到小奶狗，一个想嫁，一个不敢娶啊。一个20岁的男生和一个25岁的女生谈恋爱，他们本身就是处于婚恋市场上择偶的巅峰期，即便谈了3年分手，依然可以在婚恋市场上存有一定的竞争力。那这段感情你可以去谈。但一个25岁的男生和一个30岁的女生谈恋爱，你谈了1年了，人男生不想结婚呢，女方就已经开始婚姻焦虑了。再好的感情也会被内耗。3年之后，男生28岁，女生33岁，两人分手了。男生还可以再找一个23到25岁的女生，但女生你想找一个30岁的男生，那难度可想而知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的姐弟恋都是少年夫妻。这个阶段女性还可以处于一生的择偶峰值的，她们的选择权是在自己的手里，而过了这个阶段之后，选择权就没了。姐弟恋能够进入到婚姻，不是因为这个男人多么喜欢比自己年龄大的，而是这个女人自身的这个魅力，以及她本身在择偶市场当中选择就比较多。魅力很明显啊，人家是有权利可以选择一个比自己还小的，那弟弟也会觉得很骄傲啊，找到一个这样的女性。你想找什么样的和能找什么样的，这是2个概念。你想找弟弟和能找到弟弟，这也是2个概念。我遇到很多婚恋市场上的大龄女性啊，学历高，收入高，长得也很显年轻啊，就想找比自己年轻的弟弟谈恋爱结婚，总说自己有钱有魅力，想找弟弟，但是既不愿意给弟弟花钱，又不愿意去哄弟弟，物质和精神上你都不能满足对方，人家凭什么找你啊？话又说回来，如果一个男性啊年龄小，但是要啥啥没有，条件很一般，在他们的眼里那就不能叫弟弟了，那叫屌丝。他所谓的弟弟肯定是年龄上具备一定的优势，而且其他各方面都不会很差。那这样的男生怎么可能会去婚恋市场上被你挑肥拣瘦呢？大龄剩女你想要脱单啊，找弟弟这基本就是条死路。25岁之前你可以找，或者你年龄大了，那你只谈不结婚也可以。25岁以后啊，你就不要再去考虑姐弟恋了。年龄差的越大越不要谈，万一谈个1-2年分手了，他没什么损失，但是你年纪上去了，行情就下去了，你找对象那个时候就两头都难了。男性也是一样的啊，你不要恋爱脑上头就想娶一个年龄比你大的姐姐回家，他年龄大，经历还比你多，多半呢会管束你，就会让你觉得像个事儿妈一样。主要呢来自于确实女性爱操心啊，这时候爱情过了，你就会觉得很累很内耗，你负不了这个责任，就不要去耽误别人。姐弟恋一般人都谈不起的，宝散会吧。没点本事啊，姐弟恋你千万别碰。大龄女性你耽误不起，你惹不起。有一男士给我打电话，那相亲气的呀，跟我吐槽，老师我都追了他3个月了，就是一副很冷淡，欠他800块钱的样子，我追还是不追啊？我一听这还追个锤子呀！男士跟我吐槽啊，3个月之前啊，家里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，她是95年的事业单位工作，3线城市，年薪在8万，还可以啊。女孩子呢是96年的，在物业工作，年薪大约4万。这姑娘呢是男士他妈妈去交电费的时候认识的。男士就想着，哎呀，我妈能看上的，认识一下也行，这起码省了婆媳关系啊。于是啊，这2个人从夏天大约在5-6月份啊加了微信，简单的聊了几句之后，就互相没再联系过，也没聊过天啊。这在朋友圈里躺尸4个月。去年11，这姑娘从老家回来了，突然诈尸啊，给他发信息啊，说想见面，说自己啊被家里人给催婚了，目前只有男士符合家里的要求，想早点见面给定下来。男士这一看啊，头回有姑娘主动约他，很是兴奋啊，发胶定型通通给安排上，然后穿得板板正正的啊去赴约去了。第一次见面是一个周末的晚上，2个人简单吃了点炒菜，人家姑娘是主动掏钱请客，这行为啊，男士非常上头，好感度拉满啊。头回啊遇到这个主动付账的，一定要珍惜。饭后呢，他就主动约着姑娘去看电影。哎呀，电影院里你想想乌漆麻黑啊，男士就主动拉这个姑娘的手啊，谁知这姑娘直接就给他推开了，说了句啊，我们现在保持一些距离比较好。这男士给受打击了啊，就想着这8成是不喜欢我吧，哎，算了，知道而退吧。结果回去托人问问女方意思，女方又说愿意交往，整的男士就很懵啊，这是啥意思呀？爱搭不理还同意交往，那既然人女方说愿意了，咱也别挑了，就主动呗。平常呢2人都是工作啊，这男士啊就给这个姑娘点外卖，网上买一些东西送给她，女方呢也是来者不拒，天气不好，男士就主动的车接车送。家里人催着说，哎呀，男人嘛多主动一点。于是他每天就跟这个女方聊天啊，可是人这姑娘要么回复信息不及时，要么就是哦，反正态度很冷淡啊。男士啊不问他，基本是不带回的。周末呢也能约出来，就是吃饭玩手机，有一句没一句的回答着。相处了1个多月，
有一会儿这个男士在车里去牵着姑娘的手，哎呀，人这姑娘就直接非常严厉的说，我们还没到那一步的，不要动手动脚，把男士给整郁闷了。问他，你要是不喜欢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哎，谁知人家姑娘说喜欢呀，但还不到男女朋友那一步，再等等。这男士性子急啊，那得等多久啊？姑娘直接来一句，你要着急你找别人吧，我不想那么快确认关系。行了，哎呀，男生想着别把人给整急眼了，赶紧收嘴不说了呀。他就想着自己付出了1个多月了，这钱也花了不少，但这么断了，他确实有点不甘心啊。第2个月开始啊，加大力度安排旅游，安排衣食住行，人这姑娘都同意，想去哪这男士啊也都带她去，就怕旅游回来出现问题啊，全程忍着连个屁都不敢放。好在终于有了结果啊！上个月这姑娘就说了，觉得男士人不错，过了年可以去他家里让他爸妈给见见。哎呀，男士就觉得呕出来了啊，非常的开心。但是他就很奇怪一个点，就是这姑娘一直都不怎么搭理他，不论任何时候态度都非常的冷啊，也从来不主动关心他，有事说事，没事也别打扰那种，不让牵手不让拥抱的。但你说这态度不喜欢他吧，人家姑娘还表明喜欢，他就很迷茫啊。上个周就想着，那一定缺一个表白仪式啊，非常热情的买的鲜花呀，用的包间呢，装的气球去表白了，被女方当场给拒绝。哎呀，把这个男生给气的饭都没吃，转身就走，拉黑删除，告诉他妈我不喜欢这姑娘。结果人第2天这姑娘找上门来了啊，说男士脾气太急了，这种人怎么可以在一起呢？太吓人了。然后就变成跟我吐槽啊。听完我是真的哭笑不得，有些道理我就说了上万遍了，相亲是靠价值吸引，不是需要你去追的。需要你追的女人大概率是没有看上你的，而且就算你追上了也很容易被嫌弃。我喜欢你，恰好你也喜欢我，感觉这东西啊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一个女人啊对你若即若离，忽冷忽热，哎，好像有那么点意思，又好像没意思，这个时候啊你千万不要去考虑寻找原因。哎呀，他是不是慢热呀？是不是不熟悉啊？迅速结束进程才是正道。我可以直接告诉你们原因啊，为什么相亲对象不拒绝不同意，态度一直很冷淡，那是因为你还有可以压榨的价值，但是还没够当男友的程度，或者说他还没有遇到比你还优秀的候选者。为什么热水器忽冷忽热啊？那是因为有人在用啊。好多伙伴跟我说呀，哎呀姐姐啊，你每天都吐槽一些奇了八怪的，怨我吗？这世道啥情况不一数吗？那王八都离职了，信息都没了呀。咱今天就给你们分享个相亲成功的故事啊，你们得记住一句话，幸福的故事都是一样的，只有不幸的故事呢才千奇百怪。去年夏天的时候，有一个姑娘来找对象，我印象特别深啊，那是我做婚恋这么多年头回遇到一个3观非常正的女孩子，96还是97的啊，私企上班，大专学历，长相就是那种一看就很单纯的人。她来找我啊，主动跟我说自己家条件不好，父母都是农村的，家里有个弟弟，但是因为年龄大了，不想家里担心，想找个对象。你跟她说话就感觉到那种很淳朴啊，很朴实的感觉。我问了他基本情况之后啊，他跟我说了一段话，我印象特别深啊，大概就是啊，我家里是农村的，我不介意别人嫌弃我，但我从来不因为我父母是农村而觉得丢人和自卑，相反我们有一个很温暖的家，最开心的就是一家人围在一起吃一桌很普通的饭。你和他沟通完之后啊，你就觉得这姑娘真的超懂事，3观超正。她是觉得条件都是暂时的，只要一家人齐心啊，努力生活一定可以把日子过好。后来我就给他介绍一个电力公司的一个小伙子啊，95年的，大了1岁，当时他们俩是老乡。小伙子个子挺高啊，这话不多，一看就是老实人。他们俩在办公室的第一次见面啊，互相印象都挺好。后来这2个人就每个周嘛，一放假就去约会啊。2个人都没有车嘛，就坐着公交车去海边、去动物园、去游乐场。2人赚的都不多，这姑娘出去约会从来不要求吃贵的，而且买单是有来有往，过得也是比较节省。就这样2个很普通的人啊，慢慢走到一起啊，也没有什么表白。就是有一次啊，饭后2人沿着马路散步，这男士呢就主动牵起这姑娘手，问她我能一直牵着吗？人家姑娘很开心啊，说行，你牵一辈子都行。于是这2个人在路口坐着呀，就看着车来车往啊。这男士就说呀，我条件不好，其他相亲对象都比较嫌我房子在郊区啊，家是农村的，一个月只赚几千块，你难道不嫌吗？人姑娘就说嘛，那有啥呀，我不也是农村的吗？我一个月比你赚的还少，我还买不起房子嘞，你比我厉害多了。哎呀，这男士听完之后心里很开心啊，指着就路上的豪车就说，我一定努力让你也能坐在这个车里。哎，指着远处的房子说，我一定负起责任，把生活过好，我们以后也会在这里买一套房子，你在家里照顾好孩子，我就使劲赚钱。就这样啊，2个人是确认了关系，谈起了恋爱。生活当中啊，2个人是互相帮助，遇到问题会很耐心的问彼此的意见，2个人从来没吵过架。去年11左右，女方家里想看看这个男孩子啊，这姑娘就带着男士啊去了商场，给他买了一堆衣服，给他打扮的漂漂亮亮，去见了女方父母。
人家女方父母也没有问很多关于车房的问题，而是问了很多关于以后家庭的打算，说了女儿的缺点，希望能够多包容多担待，做得不好就跟家里人说。男士听了呀很动容啊，和谐的家庭氛围啊，让人觉得我们就是一家人。后来这女方也去了男方家里，也见了父母，大家都很开心。幸福的人呢，他没有太多狗血的过程。年底订婚啊，这家里商议给彩礼的时候，男方父母说家里这边习俗啊是给3.8万的，但是也不想亏了女方，给了8.8万买了3金。女方呢也给男方的父母买了2身衣服和鞋，给男士也买了金戒指，陪嫁了6.6万。订婚完呢，两人就去领了证。这个准备正月回村里啊是办婚礼，很多人问我啊，哎呀，你这边奇葩的怎么那么多？那是因为幸福的人都很低调，他们的故事从来不狗血，只有平凡和普通。也正是这种很平凡的生活，确实让大多数人都很羡慕的。